当你站在全黑的 live house 里，强劲的低频底鼓像是一记记重拳直接砸在你的胸口上，紧接着极其冷峻的合成器音色撕裂空气，舞台上没有常规摇滚乐那种刻意的煽情，也没有花哨的互动，只有巨大的具有压迫感的视觉投影，以及乐手和 VJ 像精密仪器一样咬合在一起的演奏。在这里不需要言语，你只需要把自己完全交给节奏。这支乐队是我看过现场次数最多的中国乐队，没有之一。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礼崩乐好，我是静涵。本期我想跟您聊的乐队是 Stolen 秘密行动。Stolen 秘密行动从成都玉林的地下排练室起步，把后朋克的冷硬和 techno 的律动焊在了一起，用一场场极致的沉浸式现场征服了国内外无数乐迷，甚至被自己的偶像 New Order 点名，成为首支登上他们欧洲巡演舞台为其开场的中国乐队。他们不炒话题，不挤综艺，不上月下，不写口水歌，却凭着一张又一张高质量专辑成为国内电子摇滚的标杆，也是我心里最值得反复奔赴的现场乐队之王。所以今天我想用一期视频的时间，以一个所谓老乐迷的身份，跟你好好聊聊这支偷走了我心脏的乐队，以及他们用4张录音室专辑偷走的那一段一去不回的时间。好，打完招呼，我们正式开始。对于还不熟悉秘密行动的朋友，我想先用最短的时间给你们画一个速写。他们是一支来自成都的乐队，2010年成立，目前固定阵容是4位乐手加一个来自于法国的 VJ， 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6边形战士阵容。主唱梁毅，吉他手方德，合成器段轩，鼓手袁宇峰，以及负责整体视觉呈现的 VJ Formal。他们的音乐你很难用一个简单的风格标签去定义，后朋、工业、电子、techno 好像都对，但又都不完全。他们曾经把自己的风格总结为 cinematic techno rock， 中国式电子摇滚。我觉得这个词还是蛮精髓的。他们的音乐里你能感受到一些 Joy Division 的冰冷和内省的影子，也有 Kraftwerk 的理性与重复，有 Nine Inch Nails 的工业破坏力，但内核却有一种独属于东方的压抑之后的内敛与爆发。而这一切的核心，或者说这个黑暗宇宙的引力基点，就是主唱梁毅。梁毅的嗓音是我听过的中国摇滚男主唱里最具辨识度的之一，沙哑低沉，带着一种神经质的强有力的撕扯感，像是从一个生锈的铁盒子里发出来的。有乐迷开玩笑说他唱歌像腾格尔唱电子，他自己也玩过这个梗。你别说，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扯啊，但是确实也是在描述他们音乐里那种原始的力量感和工业电子的冰冷质感碰撞在一起时所产生的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但在现场，梁毅的魅力绝不仅仅是声音，他的身体里好像住着一个能量黑洞，虽然看起来像功夫熊猫一样，但他在舞台上几乎没有一刻是静止的。那种舞动不是设计好的，是一种近乎本能被音乐召唤的癫狂。你看着他挥舞拳头，看着他标志性的舞步，那种情绪的传导是核弹级别的。他手一举，台下就跟中邪一样，集体疯狂跃动。包括我自己在内，蛮多乐迷形容秘密行动的现场是大型做法现场。我觉得这个词没有任何贬义，它描述的是一种极致的沉浸和共鸣。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所有人共享着同一个频率，同一个信仰。而这个所谓信仰的教堂，就是那位最特别的成员 VJ Formal 用光影搭建起来的。Formal 的视觉从来都不是音乐的背景板，而是乐队的又一件乐器。它的视觉语言和秘密行动的音乐气质是完美统一的。那些充满工业感的冰冷的几何线条，那些在屏幕上分裂重组的影像碎片，那些迷幻诡谲的光影，共同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包裹式的感官牢笼。你身处其中无处可逃，只能被动接受这种视听合一的信息量巨大的感官轰炸。可以说，我个人觉得没有 Formal 的视觉，秘密行动的现场体验得打个折。从成都出发，用独特的中国式电子摇滚和极致的视听现场，一步步走到了法国 Trance Music Hills 音乐节，走到了传奇乐队 New Order 的欧洲巡演舞台上，被 Bernard Sumner 本人盖章认证，说他们的努力势必会影响中国音乐的未来。
秘密行动的这10几年本身就是一部足够热血的独立乐队成长史，而这部历史的每一个章节都刻在他们至今为止发行的4张全长录音室专辑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时间的起点，从2015年的那一声心跳开始，重新走过这段旅程。Dust in my eyes, I'm gonna stare at this demise. I'm gonna lay, fade away, no replay. Guys, just a rose, digging up these few. 时间拉回到2015年，那一年中国的独立音乐场景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转型期，民谣的火还没完全烧尽，后摇的风也还在吹，但已经有一批更年轻、更野的乐队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冷、更硬、更具破坏力的声音。秘密行动就是当时其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在 Loop 循环之前，他们已经在成都的地下场景里摸爬滚打了几年，发过一张 EP 奇怪的老式娱乐，但真正让他们作为一个完整的成熟的乐队形象被大家记住的，还是这张正式的开山之作。当时乐队的状态，我觉得可以用憋着一股劲儿来形容。他们从川音的琴房里走出来，经历过艰苦的排练条件，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思考都毫无保留地灌注进了这张专辑当中。他们找来了 PK14 的吉他手许波担任制作人，而许波并没有把他们变成另一支 PK14， 而是把他们把身体里的那些驳杂的横冲直撞的音乐基因梳理得更有条理，打磨得也更锐利。所以你现在回听 Loop 这张专辑，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能量巨大的宇宙魔方，它的底色是厚蓬的、阴冷、粗粝，你能听到 Joy Division 的影子，但它的骨架又是德国式的工业音乐的理性、重复和机械感，而在它的血肉里又涌动着 techno 和舞曲的律动。这张专辑蛮迷人的地方是在于它的不完美和正在进行时。你能感觉到乐队在当时正在完成一次重要的自我蜕变，他们一只脚还踩在传统摇滚乐的泥土里，另一只脚已经迈进了电子乐的冰冷河流。这种带有过渡时期的拉扯感让整张专辑也充满着张力。比如专辑里的 Suicidium Morbus 上来就是密不透风的鼓点和工业噪音，凉意的嘶吼，那种生猛的感觉是后来更电气化的秘密行动很少再现的。而像 No Replay 和 Electric Echo 这样的曲目也更多的展现了他们用 loop 和合成器构建的音乐框架的能力。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 No Replay 的时候，整个人就是被那个贝斯直接钉在地上的。那段贝斯 riff 简单循环，但有魔性，配上鼓，就像一台巨大机器的心跳。我记得当时的灯光闪烁很激烈，虽然没有后来作品的那种复杂的视觉啊，但就是那种纯粹的声音压迫感，让你觉得整个场地都在跟着震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循环这个词的意义，它既是音乐的手法，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质，一种无尽的带有宿命感的重复。而我个人在这张专辑里的最爱是 A Glossy Flirt， 这首歌很完美体现了我说的那种拉扯感。前半部分是很典型的后朋，吉他 riff 冷像刀子，但到了后半段画风突变，直接大家都一起蹦迪的舞曲。在乐队的成长生涯里 Loop 的意义就是确立，它确立了秘密行动独一无二的声音美学，确立了他们摇滚的身体、电子的心脏的这么一个核心定位，也确立了他们在中国独立音乐的版图上一个谁也没法替代的位置。没有平替，它可能不像后来的作品那么精致、那么概念化，但它足够真诚、足够生猛，是颗黑色种子，里边包含了后来秘密行动所有作品的基因密码。What you play, just one day. How to stay, just one more day. What to stay, what you play, just one day. How to stay, up a decay. What you say, what you play, just one day. How to stay, just one more day. What you say, just one day. How to stay, up a decay.
那3年后的 Fragment 东方碎片就是他们扔出来的一颗深水炸弹了。这张专辑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都是一次对于乐队而言石破天惊的进化。发行节点是在2018年，这个时候的秘密行动已经完成了几轮巡演，现场的功力越来越深厚，乐队成员之间的化学反应也越来越好。他们不再满足于在成都，在国内证明自己，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去那个全世界电子音乐和工业摇滚的朝圣之地柏林去完成这张专辑。他们在柏林找到了传奇制作人 Mark Reeder， 这位也可不是一般人，他是柏林地下音乐的活化石，是 New Order 的好朋友。Mark Reeder 听到秘密行动的音乐后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他说，自从 New Order 之后，我再也没有对一支乐队如此兴奋过。在 Mark 的操刀下， Fragment 东方碎片的音乐核心发生了质变，最大的变化就是电子的成分压倒了摇滚，吉他、贝斯、鼓这所谓传统摇滚三大件儿，很多时候不再只是音乐的主导，而是像电子乐的音色采样一样，被编织进一个更庞大、更精密的电子音景里。整张专辑的氛围也比 Loop 更加黑暗、更加压抑，充满着科幻电影般的末世感。这是 Fragment 这个专辑概念的核心所在。官方说法是，这张专辑是现代东方文明巨型机器掉落的一枚碎片，它记录的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乐队对于外部物质世界和内在精神世界的剖析。我觉得这专辑概念特别牛，他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一代东方年轻人的共同处境。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西方文化、被互联网、被消费主义结构的支离破碎的世界里，我们的文化身份、精神家园都成了一地碎片。而秘密行动做的就是用音乐把这些碎片捡起来，拼凑成一个虽然看起来不完美，但无比真实的属于我们自己的样子。他们用最西方的音乐形式 techno 工业摇滚去表达最东方的内核，那种所谓集体主义下的压抑，那种高速发展带来的身份焦虑，那种面对未来的迷惘和期待，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另类碰撞，就是这张专辑最核心的魅力所在。你听 Chaos 那种混乱无序的工业噪音，像不像我们每天被信息洪流冲击的大脑？你听那首 Why We Chose to Die in Berlin 那首柏林放爱，长达7分钟的篇幅，层层递进的合成器，像不像一部迷幻的公路电影？主角在异乡的午夜街头寻找存在的意义。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看他们在北京将进酒演 The Loop Thing 的专辑版本，18年底的专辑同名巡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的现场。这首歌在 Loop 时期就已经有雏形了，但专辑版完全就是脱胎换骨，音色更冷，鼓点也更有牵制性，像一条巨大的铁链拖着你在舞池里前进。我记得当时现场的灯光被打成一张巨大的网，笼罩在所有人头顶。梁毅在台上唱着 I'm a local in this circle sleeping down， 那一瞬间我感觉整个场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池，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我们每个人都在这循环里狂欢，也在循环里沉沦，这种感觉太震撼了。演出结束，我耳鸣半天也说不出话来。Fragment 这张专辑在秘密行动的成长生涯里代表着飞跃和认证，它让秘密行动的音乐从一个地域性的优秀作品变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可以被全世界的乐迷听懂的艺术品。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才有了后来被 New Order 邀请去欧洲巡演的故事，更多的人开始知道秘密行动这个乐队。
时间快进到2022年底，这3年世界经历了什么，我们每个人经历了什么，就不用我多说了。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孤立和侵蚀感的时代里，秘密行动又交出了他们的第3张全长专辑《Eroded Creation》侵蚀体。在我看来，这张专辑是秘密行动最深沉也最需要被反复聆听的一张。它不像 Loop 那样生猛粗糙，也不像 Fragment 那样具有向外开拓的侵略性。它的姿态是向内的，是审视，是反思。乐队当时的状态是一种在停滞中积蓄力量的状态，巡演停了，很多计划被打乱，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创作。他们把这几年对于时间、对于环境和人性的观察和思考都融入了这张专辑。专辑的核心概念就是侵蚀，他们认为侵蚀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也是生命力的一种体现，就像金属生锈、旧建筑被风化，这既是一种腐坏，也是一种新的美学的诞生。所以这张专辑的音乐在我看来在气质上更加的成熟和一体化，他们把工业电子和舞曲的元素玩得更得心应手了，复古的合成器、工业化的贝斯线条、碎拍、神游舞曲，各种元素被无缝地融合在一块儿，构成了一个完整而自洽的黑暗宇宙。整张专辑听起来就像是在看一部由10几个短片组成的科幻电影。专辑里有很多歌都带着强烈的预言色彩，比如说那首 The Void Empire 讲的是一个谎言如何被包装成真理的世界， Capture the Star 指向的是当下越来越疯狂的追星现象，还有这首歌极具侵略性的电吉他音色也让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休眠舱那首歌用科幻的外壳包裹着一个关于现实困境的悲剧内核。我记得在侵蚀体的巡演，舞台装置也做得特别的牛，所有的乐器架子都被涂成了锈红色，舞台前景有一个被设计成藤蔓侵蚀效果的 DJ 台，还有那个最显眼的在头顶上发出刺眼灯光的大型花朵。 VJ Formal 用视觉把侵蚀这个概念做成了一个可以触摸的实体。看那场演出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秘密行动的音乐越来越有嚼劲儿了，它不再只是给你纯粹的生理快感，让你蹦就完事，它会在演出的某个瞬间突然给你一记重拳，让你去思考一些严肃的问题。听他们的歌就像在剥一个洋葱，每多听一次就能剥开新的一层，看到里边更深更复杂的情感，搞不好你还会哭一下。Eroded Creation 侵蚀体在秘密行动的成长生涯里代表着深化和内省。他们这个时候其实不再太需要向外界证明什么了，而是开始更从容地向自己的内心深处挖掘。这张专辑是他们献给那个特殊时代的一首镇魂曲，也是他们在废墟之上重建自己美学体系的一次宣言。对于我们来说，这张专辑更像是一个老朋友，也陪我们度过了那段比较艰难的时光。他理解我们的脆弱和愤怒，也给了我们一些在黑暗中继续前行的力量。Capture your star, capture your star, capture your plastic star. Look to the stars, run to the stars. You love with your empty heart. Put them on your show, the point you don't know, and rest from your hollow head. How can you know? How could you know the pain you inflict instead?
终于，我们来到了现在2026年的4月，在经历了轻实体的深度内省之后，秘密行动带着他们的第4张专辑《Cacophonic Symphony》不安的交响重新回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是一张充满了矛盾感的专辑，这个矛盾感从专辑名字就能看出来。Cacophonic 是非和谐的、刺耳的、嘈杂的，而 Symphony 是交响乐，是结构严谨、追求和谐的。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本身就有一种巨大的张力在。乐队说，这张专辑诞生于一个高度矛盾的时期，他们继续试图抓住我们当下的时代情绪。世界一边在飞速变化，一边又好像在原地踏步，我们一边渴望连接，一边又在不断的割裂。这样的不安、混乱、期待和停滞，各种复杂的情绪，就是不安的交响的创作背景。这张专辑大部分是在伦敦创作的，最后回到成都完成制作。这样的创作路径就也有一点隐喻在吧。秘密行动已经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乐队了，他们的音乐是在全球流动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但他们的根还是依然在成都。在音乐上，这张专辑给我的感觉是更自由，也更具实验性，没有之前那么好蹦，但是也给自己不设限。他们好像彻底打破了之前专辑的创作框架，开始更大胆地玩一些新的音色和节奏。有一些歌，比如 Plastic Face， 你会听到更扭曲的合成器音色和更破碎的鼓点，充满了不确定感。而像 Solid Dance 这样的歌，有着秘密行动标志性的，能让你瞬间起舞的强劲舞动。这张专辑我个人最爱的是 Electric Baby， 聊的是对于沉迷手机短视频的小孩的反思。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但也因为过度沉迷于网络的幻象，被偷走了真实的温度。这可能就是不安的交响想要表达的内核，在喧嚣和混乱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秩序和节奏。它可能不是悦耳的，甚至是刺耳的，但它足够真实。我还没有看过这张专辑的现场，他们的巡演也马上开跑啊，应该会在5、6月份就能看到。说实话，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会怎么用视觉去呈现这些不安的乐章。乐队在新一轮的巡演宣传里有提到，他们不光要演新专辑的歌，还会把很多旧作进行解构和重编，去适应乐队当前的声音频率。这个说法是让我兴奋到不行。Cacophonic Symphony 不安的交响的意义，在我看来是开启。它不是一个总结，而是一个新旅程的序言。它预示着秘密行动的音乐会走向一个更未知、更广阔的领域。他们不再需要任何风格的标签，他们自己就是一种风格。它邀请我们跟随着乐队一起跳进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嘈杂又迷人的新的时代，然后找到我们自己的舞步。Let your baby eyes are closed, scrolling down, flesh is gone. Let your baby barely hear it, nature sings a deeper hum. Let your baby voices fading, toxic names and love salon. Let your baby always clap when neon puppet lights go on. Let your baby can't stop singing, they are mumbling the same song. Let your baby overjoyed, they are dancing with the clown. Let your baby bring just folded, one more push and thoughts are gone. Let your baby with no feeling, hearts replaced by quick and done. Born in lightning, raised in motion, sleek on children.
从2015年的 Loop 到2026年的不安的交响，4张专辑10几年，秘密行动用音乐构建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宇宙。他们的音乐从来都不是轻松愉快的，甚至充满着悲观、质疑和破坏力。但为什么我在听他们音乐的时候，总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呢？我想，可能也是因为他们的坦诚。他们从不避讳去展示世界的破碎和人性的黑暗，他们用音乐会告诉你，混乱是常态，不安是常态，迷惘是常态。当你发现有人用如此精准和有力的方式说出你内心深处那些无法言说的感受时，当他们用非常快的速度去用音乐回应 AI 这样的人类热点时，你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释然，你不再孤单。这也是我一个看了他们无数次现场的乐迷，还愿意一次又一次地走进那个由声光电构筑的黑暗空间的原因。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暂时放下面具，可以和无数同类一起，在最诚实的音乐里尽情地出汗、舞动、呐喊，甚至流泪。在那个瞬间，我们可以和乐队一起在混乱中找到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短暂而宝贵的秩序。这就是 Stolen 秘密行动的核心价值吧。他们用音乐偷走了现实世界的喧嚣和伪装，然后还给你一个更接近本质的自由而真实的灵魂。好了，本期礼崩乐好就到这里。如果我这一期非常个人化的节目让你对 Stolen 秘密行动这支乐队产生了一点点好奇，那么请去找他们的歌来听，或者去看他们的巡演，我保证你不会失望。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分享，一键3连，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和秘密行动之间有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故事，或者你最爱他们的那一首歌。我是静涵，我们下期再见，我们现场见，拜拜。谢谢。